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傅好。对，今天到了我们这个班圆满的日子来了啊！我相信大家都是多多少少都是有收益的啊，尤其是在重新学习《地藏经》的讲解和认识让我们就更加有了深刻的印象啊。明白了很多过去确实没有地方学习的宝贵的知识。如果不学这部经典，我们为什么倒霉？我们为什么得病？我们为什么不顺利？为什么孩子不争气？其实很多事我们根本就没法理解，找不到根源。现在已经开始找到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叫所谓的一招得解脱。那这一招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经文之中已经贯穿下来了，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要听大家接下来要讲到的他们的这种很奇特并且神奇，甚至还有离奇的那个故事。今天的大家写来的这个信就是又好玩又恐怖又离奇又不得不听特别好玩觉珍，你们谁先讲啊？好，我先讲了。好，觉珍来。好，感恩师父。厉害的故事来了。对，首先呢，带给我们师父和网友们是我们一个网友的一个故事的分享。他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烤全羊。好听。师父好。今年农历7月开始，我连续做了3个梦，祈请师父开示。第一个梦，我梦到已故的父亲火葬，被放到烤全羊炉一样的地方去火葬。有人还告诉我，烧出了5个舍利子，让我去看。舍利子晶莹剔透，像玉石一样，被放在盆子里。突然，火葬中的父亲起身要给我治病，抓住我的胸部，按得我喘不过气来。后来我被按醒了。那醒了以后，白天呢，我立刻就给父亲和母亲做了功德。过了2天，晚上又梦到父亲。父亲对着睡在床上的我说：“你还在发烧啊？病还没好啊？”并帮我盖了盖被子。我又醒了。那这一天醒来以后呢，白天我又继续给父亲和母亲做了功德。在农历7月14的晚上，我又梦到了父亲。梦中有很多人被关在一个大院子里，很多人都在找我父亲。有个披着大衣的人，嘴里还喊着：“老张，大门开了，我们可以走了。”我父亲躲在一个有佛像的山洞里，躲在了佛像背后黄绸缎的帘子里。山洞里的卫生不是很干净，父亲被找出了山洞。梦中，父亲又跟师傅在一起，感觉师傅去帮他超度一样。父亲和师傅一起沿着山上的台阶到了一个山顶上。一路上，我父亲边走边念佛。师傅说：“你念佛已经念得很好啦。”路上还碰到了一个担着担子的中年妇女，师傅也让她一起跟着去。当时中年妇女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非常幸福惊讶的表情，于是也跟着师傅去了。到了山顶，山顶非常平坦，就像个大广场，天空中还有红黄色的阳光。父亲呢，手里还拿着一叠钱，脸上非常高兴。我的梦就醒了。那介绍一下背景我呢是去年12月底做了早期胃癌切除手术，手术后呢一直跟着师父修法，受益很多，现在恢复的也很好。那么想祈请师父开示梦境中的含义。父亲帮我治病，帮我盖被子是什么意思呢？还有补充说明呢，我父母都已经往生了，那梦中挑担子的中年妇女是不是我母亲呢？感恩师父。他这3个梦第一个就很可怕呀。对，梦见父亲火葬，结果像烤全羊那样的烤在梦中，对，梦到已故的父亲像烤全一样的被烧。对，
这个好离奇。好离奇。那从直觉上来说，坤提，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感觉不好，嗯，就是不烤全好羊的炉子里，像是在地狱里的某一种你被刑罚。烤呀，被对呀烤呀。对呀，记得什么烧脚地狱、烧手地狱吗？对呀，是，是不是啊？这来了个烧身体啊，全烤对全羊，就是把这羊杀了之后，架在火上的烤。是，这对一个人来说，这不是个吉祥的事儿不。那是，太痛苦了。先生说这是他最初的啊，对就说明往生的父亲还在那边受苦。对，我们不能乱猜，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哈。至少是有很大的可能吧。啊，对，然后呢是，这个就是还挺神奇，就是不是在那儿烤吗？可是父亲又起身起来嗯，给他治病，对，而对摁着他的胸口，摁对得他都哎呦都喘不过气来，都对醒了，惊醒了。但是父亲就是不管他在天也好，在地也好，在地狱也好哈，这个通常父母亲爱我们的心，这永远改变不了。对，挂念啊，哪怕你有点什么错，你只要是吧，稍微忏悔一下，表示一下自己的错误，那父母亲爱死你还是对，爱你对没说的啊。是对，这个时候父亲说给他治病，按着他的胸，让他喘不过气来，对，我们只能说，这位叫啥来着呢？这个叫写信的彩玉，彩玉哈。那彩玉呢，就是你的身体，尤其是胸部或者靠近胸部的地方可能有病，他父亲再会压过来。对，彩玉也说了嘛，他是去年12月底做了这个胃癌，哦我早没注意听期哦切除了，都已经做了胃癌是吧？对胃癌切除手术，是的，哎，你看靠近就在胸胸部，口这儿嘛，就是胸口这儿，哎，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有病，明明梦见父亲说有病，还来还想帮给你治病，他治，哎，对，对，就是说还给他盖被子，对，第二就说明个梦是给他盖被子，这叫呵护他，呵护，爱他，嗯，呵护他，哦，对，对，甚至是如果往更深里去引发的话，还有一种叫功德被，哦，那好啊，那把功德给到他呢，还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希望是说父亲是说，我要保护你一辈子啊，哦，是吧？希望你一辈子如意吉祥哇，啊。那好感动哦，其实是我觉得父亲的一片苦心。真的那好感是吧动哦，对，你说你老大不小了，父亲还给你掖被子、盖被子，是这份爱确实没有人可以代替的。而且父亲都走了，对阴阳两隔哈，还回到梦中来人家在那儿还受着罪，罪，是的，他另一个灵魂还惦记着你。真的就是哎呦好这意思感动，就那彩玉也是很孝顺，他他连续做这2个梦，都是接连给父母做功德。对他梦醒了，白天马上就给哎，已经彩玉是个往生的孝顺的人，对给往嗯生的父母亲就做功德，对，所以对他的爸爸那么爱他也是嗯，没有白疼爱哦。真的这爸爸其实哪怕往生了之后，对他爱1分都没减少，真是对真好，嗯，我们感动啊。对，嗯，那做了就是2次功德之后呢，农历7月14还号的晚为他们做了上，功德了。对，哦，那到了农历7月14了， 14了晚上， 14哦，咱们15号就是这个盂兰盆对法会的正正日子日子嘛，对，他14号的晚上，梦中父亲又出现了，哦，那这个梦就很详细了哈，嗯，对，先是说，很多人，哦，很多人被关在一个大院子里，对，完了都在找他父亲，哦，还有人喊老张，大门开了，我有们可以穿大衣的人走了喊他：“老张，对走了，走了。对，大门开了可以走了，”那个而且是是什么门儿啊？对，是吧什么门儿啊？是不是？哎呀，是不是地狱之门呐？你看我们传说中的哈，对，说大慈大悲的地藏王菩萨哈，嗯，哎，为了每一年哈去救度一整批的有缘众生，尤其是进入恶鬼道的、地狱道的，对，他这时候用他那个这西藏，强大无比的啊，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厉害10万倍的那样的一个锡杖，啊，就代表他的尊严哈，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棍子，金属的，就是把它在地下吭一戳，地狱之门就给震开了震开，嗯，啊，是这个地狱之门开了啊，啊，朋友们跑吧，是吧？就对呀像今天监狱门开了之后，在里面谁都不想跑啊。对，关进监狱的人，他的最痛苦哈，他不一定在里头挨揍，而是什么呢？没有自憋在里头没有自由。
所以进过监狱的人都希望说，千万别进监狱，我在外面多自由啊，我想去哪去哪，对不对？对，所以那个犯罪关起来的人呢，他其实你被剥夺了你的行动自由，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对，所以这一天呢，你看7月14，地狱门大开，对，老张走了走了，门开了，咱们走了，就是这样。对，嗯，那老张也挺有福气啊，他就出来了哈。对，出来了就碰见师傅了。而且他知道，梦中也知道师傅是来超度父亲的。对，就是帮他的。对，然后呢，这父亲就跟着师傅一路沿着上台阶往山顶上走，往上走。对，一边走，父亲还一边念佛。对，师傅还表扬了他，说你念的还是不错的。老张念的不错哈。对得到师傅的表扬真好，这个太荣幸了。对，这个已经就很好了吧？路上还碰见一个挑担子的一个中年妇女。对，然后师傅也是说，哎，那一块儿走吧，哈，一块儿。然后，哎，这个中年妇女也是很有缘分，也是很有悟性，对，脸上非常欢喜惊讶，心想啊，我也能往上走啊，哎，扭头就跟着师傅往上走了又，对，然后就走到山顶，然后他描述他梦境中这个山顶又平坦像个大广场，而且还有那种红黄色的阳光哈，听起来就像佛光普照一样的。没错了其实就是这个，他看到山顶上这个光芒是最重要的。对了，往往我们梦到地狱受苦不可能有光芒，对，像阳光一样的光芒。对，那个梦中的光芒可以理解为叫4个字：吉祥如意。收到。是这样的，甚至叫佛光普照。师傅他父亲是从那山洞里的给找出来的，山洞里哪有光啊？应该是在对，恶鬼道。而且还不干净嘛，他说那洞里头还不干净呢。就是但是他们之前呢，应该是做过功德的事情。相信是这样。之前早就做过功德的事情，所以至少说还有在佛像的后面有个藏身之处。是。哎呦，你看，又是佛菩萨在忽悠着他，对，哪怕在地狱道，也能躲在佛像后头去。哇，你看看，真不一样哈，真是好。所以做功德就是不一样，不一样这个这个骗不了人的。对，然后他不是这个看到这种佛光普照的山顶，然后师父说这个吉祥如意，他爸手里还拿一叠钱。这个也挺好啊，不但解脱，还弄点钱回来对呢，对，有钱花。对，其实在哪有钱都是个快乐的事对呀，这谁不高兴啊？那真高兴啊！对，是有钱好办事哈。对，所以王有彩玉也是很高兴啊，这梦就醒了，这梦就醒了。然后他也在最后问师傅想请问师傅，他在最初做第一个梦的时候，梦见爸爸虽然在烤全羊的炉子里，但最后，出来有几个舍利子，就是他想问师傅，哎，这个是什么寓意呀？我觉得这个是功德。还是父亲有功德。他是有一定功德的人，功德就做过善事，做过供养，是吧？或者替佛们做过一点啥，这样他就会有功德。因为佛陀慈悲对。比如说，你就是说拿《地藏经》，这个你哪怕阅读过一次，是。这功德的种子已经种下了。是。功德的种子就是一颗舍利。哎呦，真好！哎呦。对吧？你把这部经给别人宣说，听的人如果有4个，你就得5颗舍利，就是。感恩师父说。就这么简单。说在佛门立功特别简单，就是你不小心立了功了。你看是个简单的事吧，但是呢，这个功德很大。对呀。所以就这个功德导致他，就算到了地狱，他也不会受苦，而且快速解脱。快速解脱。就是这样。加上这个孝顺子女为他有连续做功德。对。你看，马上得到师父的解度。真是。真是好故事，真是挺好的。还有问题吗？还有就是他也问，那个挑着担子的那个妇女是不是他妈？他自己猜，他说可能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怎么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父母往生了嘛？对。那里头除了我之外，那2个人是吧？那个确定是他爸。对。那个人是谁呢？极有可能是他妈。
太好了，嗯，那也跟着师傅上了山顶了。对，父母亲都得到这个救度，都到山顶上去了。对。对啊，他妈本来挑着担子就很沉重啊，对吧？对，他妈还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带业往生，他是有一些业的，就是他担着那个沉重的担子，沉重，那个负担就是业，对，就这样，但是一样带着过去了。对，一样跟着师傅就上山顶。到了那个山顶的这个时候，又见到佛光普照，对，所以这里就已经不是地狱了，对，不是在阴间了，他往上走了。对，说咱们再分析一下，像这样的人，如果说，转世来到人间的话，也会变成大富大贵，有钱呐，人手里捏着钱呐。对呀，那是吧？这可能就是来世做个大财主。大富人，对，一定是这样，享福的人呐，对，是这样，在人间就是大富大贵的人，是，要么就往生这个天国，是这样。那真是恭喜彩玉呀，恭喜彩玉的往生真是很好哈，恭喜恭喜，感恩师傅来超度他们。哎呀，我也感恩彩玉哈，这么孝顺的一个孩子哈，对，这为父母亲做功德，你看父母亲也都惦记着你，你看现在都解脱了，就是因为你的功德供养啊，一招得解脱，真是，一招得解脱，哎，恭喜恭喜，感恩师傅，好，有礼物哈，八宝灵珠，哎呀，你看，蓝色的，星星闪闪的蓝色的啊，八宝灵珠哈，这个送给你，好，祝你如意吉祥哈，收到，感恩师傅，好，那师傅。接下来我还想分享一位来自台湾的网友红珍珠，他的故事是冤亲债主找我点灯。师父好，我在2017年进入菩提禅修，那一年的9月，我参加了念佛班，班上老师介绍菩提三宝之一的点灯，鼓励大家为自己的妻室父母、冤亲债主供灯。当时我还不太理解菩提点灯的神奇与殊胜利益，点灯有什么作用呢？所以一直就没有去为自己的妻室父母和冤亲债主点灯。到了念佛班课程的第5天晚上，我在梦中感觉到前胸和后背像有冰块贴着我，觉得好冷好冷，我心里大叫：“师父救我啊！”然而这种冰冷刺骨的感觉之后就消失了。但是没有想到，隔天晚上这种感觉又出现了，而且两边耳朵都有叽叽喳喳的声音，好像一直有人在讲话。我被吵醒后，就认真回想刚刚在耳边到底是什么，听起来不像是人的语言，好像也不是天语。我心里就很疑惑，心想这难道是来自地狱的声音吗？但真的搞不清楚。到了第7天晚上，这个状况又出现了。连续3天都出现2个人在耳边对话，声音很刺耳，一直叽叽喳喳不停，吵得我完全无法睡觉。我心念一动，便对他们说：“好啦，我明天就去点灯。”声音竟然马上就消失了，非常神奇。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出现当时的状况。经过了3年多，我都很平安，所以只要我身边的朋友有问题，我就会叫他们来禅堂点灯，大家都因点灯而得到了受益。另外，在2020年的农历7月初1，有一次在禅堂念佛的时候，我坐在后面跟随大家一起诵唱师父带领我们的地藏王菩萨心咒。突然间，我一直在打嗝、打哈欠。我一抬头，仿佛看到地藏王菩萨视线在法台上，拿着锡杖，形象非常高大，散发出非常慈悲柔软的气息。虚空中也出现了好多众生坐在台下，我不知道他们是来听经说法，还是来求地藏王菩萨救度满愿的。但是我能感受到地藏王菩萨温柔地低着头俯视着众生。一时我觉得心好酸，佛菩萨好慈悲，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这2个经验都很特别，我一直没有跟人分享。这次能在念佛班跟师父跟大家分享，我真的很欢喜，感恩师父。来自台湾的红珍珠师姐的分享。
他的这个心理状态也是挺真实的。我们很多学员哈，包括我自己也是，刚在学佛的时候，人家都说师父也说哈，哎，点灯啊很有用啊，怎样？我们会想，真的假的？会有这么神奇吗？哈，就不相信。对，那他呢也是自己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经历，也让他深信不疑了。对，他连续嘛3天都是这两个耳朵旁边一直有2个声音说话，叽叽喳喳的，对，吵得他连觉都没法睡。然后最后他终于想明白了，好，我明天就给你们点灯。心念一动，马上叽叽喳喳就停止了，人家就收到了。然后真的他点了灯嘛，然后就人也很平安，就没有这些，哎，反正也不知道了。我的问题来了哈。啊，那叽叽喳喳说话，对，是谁呀？对呀，对，他反正是需要帮忙的灵魂，也许是应该是灵魂类的。对，对，他正在上念佛班，还听了老师讲供灯的利益，而且是他自己没做，而且是跟他相关的，对，想着你都明白了，还不来应帮我该是，通常来说，我们这个月就是盂兰盆会的时候帮的众生呢，就是那种叫4个字儿，冤亲债主。对，大点上。冤亲债主。对，都是和你相关的。对。也不是欠情就欠钱的。就是这样的人。对。对，完了之后呢，要通过他希望得到解脱。是吧？对。而我给你点灯去，他就不喳喳了。就不喳喳了。对。哎，其实就跟他解开了这个愿嘛，对，以功德来解开这个愿。对，这个叽叽喳喳，他无动于衷呢。那这个人，这个红珍珠，就咱们这个网友，那可能以后就说不好听啊，可能精神都会受影响，没错，精神病了就。对，一直缠着他，因为你欠他的嘛，对，你欠他才找你麻烦。对。但是这个鬼气到了人身上来的话，人是受不了的。而且去看医生，精神科的医生肯定说你幻听。你精神病，对，你吃药幻听幻视，对吧？对，幻听，这帽子就戴上了。对，就给他吃那个药吧，每天昏昏沉沉。对，这没有清醒的时候了。是，就好像那个梦游一样的人那样。没错，对，但就更惨了。是有可能灵魂的声音听不到了，可是人间家人的声音你也听不明白了呀。对，脑子都迷糊的，正常生活像一团浆子。是的。对，真的没法生活。对，对，但是幸亏啊。他是点灯了，还是有悟性的。他被折磨得够呛，所以点灯吧，点灯啊，就解脱了。对他其实意念一出就解脱了，也就是第2天才点灯。对呀，人家埋怨你的那些灵魂哈，对，人家他看不惯你，你在这享福，我们在这在阴间受罪，是不是啊？整他，是吧？在你耳朵里叽叽喳喳，那还是轻的呢。真的。那被折磨的要死的，出横祸的多了。这还算是善良的冤亲债主。对，这还不是猛的，对，这不是猛鬼。是。对，所以他就通过这个个人行为就印证了这件点灯的神奇哈。对，所以我们网友们呐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等到自己哈像这样去印证，真的点灯很有用啊，点灯早点点灯。我再次给网友说哈，这点灯不是我发明的，这是佛给大家给了一条出路。对，真的解冤见功德的方法。我们所有的最重要的内容都是佛说的，只是说我们的嘴借我们的嘴，我们就再多说几次而已，是这样。而且是谁相信谁受益，谁早做谁就早受益。至少在我们这儿说的都是按照佛所说的，所以你相信的话，相信越早受益越早，就是这样子。对。哎。我们还给他礼物嘛？给吧，因为你们也没有提，但是我主动提了。好，感恩。很少这么大方。红珍珠，哎，给你这个带点红的这个珠子哈，它挺像个珍珠的哈。太好了，好，配他的名字。祝红珍珠如意吉祥哈。收到，感恩师父。那接下来是网友青云带来的。功德救父梦见大黑鱼，我们听一听啊。尊敬的师父您好，我是您未曾见过面的弟子。去年弟子因机缘了解师父，一起跟着视频学习佛法，
这是一个新粉丝、新网友。在这期间，我有幸学习了八卦内功，通过八卦内功的修炼，我的气血虚改善了，身体越来越好，非常感恩师父。上个月呢，赶上观音菩萨保佑我念佛班，在念佛班开始前，有一天我的胸口疼，然后就咳嗽、流鼻涕，鼻涕呢还有血丝。看医生呢，医生说是上火了，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呢，我就去念佛了。当天晚上，我梦到一条大黑鱼在一个池子里，池子里没有水，很多人围在旁边去捉它。我走过去，我呢就用手轻轻一摸，鱼就跑到一个透明的袋子里了。我转身离开了。一会儿回来呢，发现那条鱼被割开了肚皮，很痛苦的样子。哎呀，我很伤心呐，心想，鱼儿啊，可怜你是鱼呀，就要被别人吃了，都怪我刚才我不该摸你，不然你也不会被捉住吧。这条鱼啊，旁边还有一口锅，哎呀，我看着都不忍心呐，就准备关门走了。这时，那条鱼居然把门开了，然后很无助的眼神望着我。我心里更难过了，心想，这个鱼找我，我能帮它做什么呢？似乎那条鱼知道我想什么，居然有个声音飘过来说：“你可以救我。”我立马把那条鱼抱起来放在桌子上，边打开鱼的胸膛，然后一边去想我要怎么救它。我的眼睛啊流着泪，一边找一边哭。然后又有个声音飘过来说：“没事儿，你不用伤心，我会好的。你找到钥匙就可以救我了。”钥匙，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钥匙，就在他胸膛里边摸到了一根银线，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感觉他的胸膛好像有个宝盒，有个锁，似乎有种力量引导我把那个锁打开。锁上面的还有我不认识的文字。我抬头看了看这条鱼，很难过的跟他说：“我还没打开这个锁，我也帮不了你，怎么办呢？”我一边说一边哭。那条鱼居然表情温和的看着我，似乎不痛苦了。又有个声音传过来：“你已经帮我了，我已经好了，别难过。”然后我就醒了。醒来后啊，那条鱼一直在我的脑海出现，一种莫名的不安的感觉。脑袋里突然我就想到我的爸爸，爸爸以前特别喜欢吃鱼。因为我跟着师父学习了嘛，我就想，这是不是以前爸爸伤害过的鱼来托梦啊？这鱼有怨气呀！我就赶紧去佛堂上香念佛号，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中午我接到电话，弟弟告诉我爸爸住院了，爸爸居然咳血了，医生说爸爸肺部感染，还没有确诊其他的部位，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我当时脑袋一懵，又回想起那条鱼，看来是鱼们来找爸爸了，我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给爸爸念佛。正好第二天是7月17，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也是观音菩萨保佑我念佛班开始那一天，我就特别真诚的念佛，回向给爸爸所伤害的冤亲债主。当天下午，爸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说是肺癌。当时我简直感觉如晴天霹雳呀！弟弟哭着告诉我，当地医院的医生说不建议手术，让保守治疗，说情况比较严重。我也在佛堂里哭了好久，哭着哭着，脑海里有个声音：钥匙。对呀，我梦里的那条鱼，不是后来有钥匙就救了他吗？药师，药师佛，药师不就是药师佛吗？我怎么没想到呢？一定是佛菩萨在梦里给我启示，让我有困难就找药师佛。那师父就是药师佛的化身呀，正好又是在开班期间查出来的病，那说明佛菩萨是想让我在这个时候帮爸爸做功德吧。我立刻打开语数坊的网页，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功德，我就给爸爸做了。做完后继续念佛，念完佛，我给弟弟打电话，告诉弟弟说，佛菩萨会保佑爸爸的，不要慌乱，
我们给爸爸换一家医院再检查检查。到了开班的第2天，我还是继续跟着念佛，把念佛的功德全都回向给爸爸。念完佛，我觉得昨天我做的功德太少了，没有办法把爸爸的冤亲债主都化解，于是我又给爸爸做功德。正好那个时候还有地藏经的赞助，我也做了2份给爸爸。我一边给爸爸做功德，一边念佛回向，一边还跟家里联系。弟弟说3天以后才能去省立医院检查，我就安慰弟弟不要慌乱，我深信佛菩萨一定会加持我爸爸的。那到了念佛班的第5天呢，我又给爸爸点灯祈福，祈请爸爸的结果，检查的这个医疗的结果会有改变，不会是那么的严重。我把念佛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爸爸，结果真的让人很开心。去到省立医院检查的结果，虽然是肺癌，但不是晚期，是早期，可以做手术。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的眼泪哗哗的流，赶紧到佛堂给师父和佛菩萨礼拜上香。是佛菩萨保佑了我的爸爸，太感恩佛菩萨了。点灯的功德真的太神奇了。医院那边说可以做手术，可是暂时没有床位，要等有床位才能做。我就继续念佛，祈请佛菩萨加持，早点有床位。结果药师佛心咒念完的当天晚上就有床位了，爸爸顺利的住院了。感恩大慈大悲消灾延寿药师佛啊！然后医生通知我们第2天下午5点半手术。我想这个手术可不是小事儿。为了让爸爸得到更多佛菩萨的加持，我又给爸爸点了大灯，祈请佛菩萨加持爸爸手术一切顺利，然后继续念佛回向给爸爸曾经伤害的冤亲债主。我记得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爸爸收鸡鸭买卖为生，他会往收回来的鸡鸭的肚子里打水塞粮食，就是为了多卖点重量。现在想想那些鸡鸭多痛苦呀，我也诵经回向给他们。晚上做梦就梦到了一群鸡鸭排成一排，很整齐地从我面前走过。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感觉他们是很悠闲地排队走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觉得应该是我做的功德对他们有利了。那念佛班圆满了，我还是继续念佛。早上我祈请佛菩萨加持，希望爸爸的手术可以早点做，这样呢，爸爸就不用饿肚子饿到1天，等到下午5点半了。哎，没想到神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原本排到下午5点半的手术，居然提前到2点半就可以开始了。因为有师父的加持，整个手术期间我一点也不慌乱，手术的结果也是让人很开心。爸爸的手术提前做完，而且非常成功。现在爸爸手术后4天了，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爸爸恢复得很好，非常非常感恩佛菩萨，感恩师父的加持护佑。这是一个很欢喜的哈。是，对，就是虽然爸爸还是生病了，但是这个结果已经都是，哎呀，最好的一种结果了。是，对，顺利手术，病情没有那么严重，可以恢复康复啊。而且现在恢复的还挺好的。对，他这一路记着，而且其实时间都非常连贯哈。是的，咱们把它记录下来，写的非常完整。佛菩萨护佑着。对，这位青云觉得他也是很有佛缘的，跟师父也是很有缘分哈。对，就是正好是他跟随师父学习这个念佛班的前一天，他有这样不祥的预感，然后做了梦。在梦境中梦见这个大黑鱼，其实是被开膛破肚了啊，就是，然后去救这个大黑鱼呢，黑鱼给他指示说，你去找到钥匙啊，就能救我了啊。然后他梦醒之后，他就意识到爸爸曾经很爱吃鱼，是不是跟父亲相关？对，真的就是对，没想到当天就接到了电话，父亲就查出来，当时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啊。对，医生都不建议做手术，保守。就现在回想起来，他要是没有参加这个念佛班，这一切的结果可能就是会完全不一样啊，可能不一样。对。
他就参加了，所以真的是还是对师父、对佛非常有信心，一路就给爸爸做功德。对，对，青云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也真的是非常真诚的念佛哈。然后呢，就一次一次的做供养、做功德，来解救父亲，那真的是见效。就是他的梦也非常奇特啊，很奇特，对，梦见像那黑鱼，还有开膛破肚，对，什么让他找钥银线，对，有钥匙，宝盒，对，这种警示哈，挺有意思。对，但是呢，这个黑鱼呢是开膛破肚，难道这是吉祥的吗？不是呀，对，所以就是是不是也是应到了父亲的这个手术啊？手术不也是开膛破肚？对呀，是，对。但是开膛破肚和鱼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很爱吃鱼，很爱吃很多鱼，并且还说父亲他讲到收买那个鸡鸭来了之后呢，其实很多往外贩卖鸡鸭的人，还有贩卖猪的人，都是常用的方法，往他肚子里强行灌食物，来增加那个重量。他们收这些屠宰的人士呢，收这些猪牛羊鸡鸭这些肉食类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按重量的。对，比如说一只鸭子，它没有多吃饭是正常情况下，比如说3斤，对不对？它可以给它晒成5斤呢。所以全是一些水和饲料，对，它让你一下也吐不出来，是，就是那种谷糠饲料类的。对，它撑那儿。我跟你说有多惨呢？是我见过他们就给那个猪啊，就灌这个重量。哎呀，可惨了！把那个猪一把就拉过来，就好像把嘴这么勾住，拿一个金属管子往里一灌，就有个电动的泵，就是旁边有几个大桶，就是全是给那个猪肚子里灌那种不是真吃的饲料，就是为了增加重量的，那很沉的，甚至沙子都有，泥土也有在里头，用机器往它肚子里咚咚咚咚咚，那个猪没法拒绝的，猪是被吊起来的。对呀。最后一看，你看那个柱子，像吹气球一样吹起来。所以，比如说150斤的这个猪哈，等卖出去的时候220斤。天哪！就是这样子，全是灌的这些没用的脏东西。对，所以像这些结果呢，我们听到这个青云的故事的时候啊，这些早晚都会反映在自己的身上来。报应的，对，谁做的，到时候就可能在你身上会做比这个严重的问题很多。有可能说我们到地狱也被这样灌的是什么呢？灌的是粪便。哎呀，天哪！就是这样子，所以比你想象还要恶心很多倍。哎呀，对，所以青云呢，通过这样梦中的看到的东西，启示也启示着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做事，是吧？卖东西往里掺那些假的东西，更不要说专业做假的了。对呀。非常坑人害人。最后都是坑自己呀。对，最后坑了自己。他还说梦到那个鸡鸭悠闲的走，对吧？那他父亲就是贩卖鸡鸭的时候往里乱给人填充那些东西，有些那个鸡鸭都快撑死了，他想着反着去屠宰嘛，我不管那些，对吧？就是为了多挣那一个鸭子多挣几块钱，就是这样做。哎呀，太伤害了啊！所以我们通常我们说的那个骂人的话叫缺德呀，这个德是什么？你缺少一点德行啊，对不对？最后缺了德的结果呢？自己背业力，反映到自己身上，报应。你要承受多少次？你灌了，比如说一共5000只鸭子，那你呢？可能要5000次的，可能不止5000次吧，可能成倍，它要乘10000倍，不是1倍。次的，对，那就是你要在地狱享受这种被灌粪便，可能5000年。哎呦，真是很恐怖，真的。那也有人说，在地狱，反正我也不知道，也没去呢。那么在人间呢，你可能得很脏的病，对不对？叫人间地狱嘛，受苦活受罪嘛，活受罪的这个病多了，对，说的都吓死人啊。对，
所以各种各样的病，没一个病让你是享受的，都是非常痛苦的哈。是，对青云还是跟师傅很有缘分的，青云真的也是个短短的时间啊，孝顺的孩子对哈。，1年的时间学到的这个道理，马上学以致用啊，也对是让父亲一招得解脱。对你看真好。正是他的诚意哈。我觉得佛菩萨也是在梦中警示了他，对，看到这些景象。是的，对，真的很好。那也给青云一颗珠子吧。这样的话，关键是他的父亲是得救了，是的。对，那作为儿女来说，你就心安了哈。首先特别我是特别的赞美你哈。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女哈，佛菩萨都会护佑着你的，会如意吉祥哈，天天开心幸福哈。收到，还要长命百岁。收到。好。青云还是跟爸爸那个恢复了一些的话，就一起可以走八卦啊。坚持走八卦，你看你自己都受益了，爸爸也一定可以通过八卦内功而受益的。好，送你一颗黄绿色的珠子哈。好，祝福你了哈。刚才祝福已经说过了哈，谢谢你。感恩师父。好，那接下来呢是来自网友程程的分享，师父，他是表弟投胎了吗？请师父来为他开示。就去年2月初，二舅家的大媳妇儿骑车的时候把腿摔断了，没过几天，二媳妇儿骑车又撞到了石头上，把脸和嘴都摔烂了，住院缝了10几针，破了相。我听说了之后，当时很忙，直到10月初我才请假开车回老家去看望他们。在凌晨3点多的时候，一只小花猫爬到我家大门外，喵喵叫个不停，叫的声音令我很害怕，很不安。那既然睡不着，我就干脆早起上香礼佛，盼望佛菩萨保佑我一路平安。我就一路放着师父诵念的观音圣号，顺利地到达了老家。我先去看的是大姨，可是又发现一只猫在大姨的屋顶上喵喵地叫，声音瘆得慌，这是怎么了呀？有什么寓意呀？后来呢，到了老家，东家做西家吃，一晃几天也就过去了。看完亲戚们，刚要准备回我自己的家，坏消息传来了。我二舅家的大儿子，就是我表弟，今年49岁。当时正是秋收的季节，表弟开车拉玉米的时候，在拐弯处为了躲另外一辆车，结果人和车都翻到沟里了。抬上来的时候已经断气往生了，非常的惨。我心想，这是冤亲债主来讨债呀！我就立刻在禅堂供了大圆满灯，盼望大慈大悲药师佛接引我表弟。从老家回来后，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休息，睡梦中，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在我床边，爬在我脸上，面带微笑地亲了我一口，之后高兴地走了。三儿媳妇呢，没过多久就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和我做梦看到的小男孩长得一模一样，都是白白胖胖的。师父，这是我表弟投胎了吗？感恩师父为我解梦。挺有意思啊。对。对，从头捋捋他的故事哈。好，这网友猫，我留下印象，前后2只猫，对，冲他喵喵叫。对，一次是他要回老家的这个早上哈，对，凌晨，他是要准备嘛，一大早咱们就走哈。是，结果凌晨3点钟，在大门外头狂叫，喵喵叫，对，叫得他很不舒服。对，他觉得不舒服。另外就是到了老家之后，对又在房顶上，他大姨家、二姨家来的，大姨家，大姨家，房顶上猫在那叫，又在叫，一般的猫叫的话，不至于引起他那么关注，对不对？是，所以我相信叫的状态非常特别。对，因为太特别了，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个事儿。对，但是他解读不了，他不知道猫叫啥呀，对，想告诉他什么呀，听不懂。是，结果呢？事情发生了，玩了几天之后，突然间，人家报告坏消息来了，是吧？他表弟，就是49岁那个大表弟，刚才躲车的时候翻沟里去了，就给抬上来就死了，断气了，对，可能叫车给砸死了，对，就挺惨的。哎呀，真是惨。
他二舅家的大儿子。那说这个死，和猫叫也没关系呢。我觉得那个猫是先知道了，来告诉他的，只是他听不懂，我们人听不懂。对，他是以我的经验哈，通常这来捉人要死去捉你的灵魂的哈，这个我们叫黑白无常嘛，叫鬼差。他往往如果这个地方有猫的时候，他就会借猫来表示他来抓人来。这个时候这个猫的叫声哈，和表情非常的凄惨。哎，像这小猫这表情根本就是很温和的。哎，那是可爱型的。程程看到的猫不是这样的。对，现出凶恶相的那种。凶恶相的。惨或者瘆得慌。对，像鬼一样的。所以通常这样，他们容易附在这个猫，还有毛驴，乌鸦，蝙蝠等这些的身上，说他们发出的那个表情很奇怪，叫声很奇怪，这个时候是来捉人的，这样的使者。怪不得呢。对，所以呢，接下来他表弟就是出事儿了，横氏啊，真的，横氏给打死了。对，那这个程程还是比较懂嘛，所以就赶紧就是做功德呀、点灯啊、念佛呀。他修行嘛，对，修行他就感觉是不妙，对，但是他没猜出具体哪里不妙。是，对，对，就是这样。也祈请药师佛来接引他表弟，对，做了功德。是，对。然后从老家回来以后呢，有一天睡梦中看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然后来跟他，还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高兴的走了。对，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他这个大表弟就投胎了，转世了哈？对，从伦理上说有点怪哈，但是从灵魂转世来说，应该说还真有点像。对，从伦理上主要是他就应到说他三舅家的这个儿媳生了个男孩，说是不是就是他大表弟投胎到他三舅家这是有可能的。所以通常在这个转世学说呢，和人类的这个辈分伦理学说呢，它有的时候是冲突的。对，是吧？比如说爷爷因为喜欢这个家嘛，可能就变成了孙子。甚至爷爷甚至变成了曾孙子。对，是吧？对。甚至奶奶变成了孙媳妇都有可能。是。对，他转世这个概念和我们人间的这个辈分伦理概念，它是不相等的。是这样的。对。那所以他这个三舅家这个媳妇生的这个小宝宝，有可能就是他表弟的转世。因为有一个印证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梦到一个小男孩，白白胖胖的，还在脸上亲了一口。这亲这一口都是有说法的。就是表示很亲密吗？不是，他是表示感谢的意思。是。对，他不是帮他超度了。对，他来感谢他，然后很帮他超度，就没有在地狱受苦，瞬间转世了，而且还转到自己家去了。你看，他就喜欢那片土，就那个村儿，他就喜欢那个玉米地。对，他喜欢玉米地，他回去继续拉玉米的。这是有可能哈。就是人呢，住一个地方哈，有时候讨厌，但是真要放弃了之后，才觉得好，我好喜欢那里。对。所以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居住，要走的时候，自然眼泪就会下来。是的。你看有的孩子哈，就比较情比较重的，住旅馆住1个礼拜，走的时候看那个床都哭。那你一下住了17年、27年、37年呢，看见啥都哭啊。是。要离开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人家又回去了。那我们师父，我们地藏经中学到了呀，说这个婴儿出生了以后哈，可得给他念经啊，做功德。是。对吧？没错。所以别大吃二喝的杀生。对了。为了庆祝孩子的满月也好，周岁也好哈。我们还是倡导用吃素的方法。是。好吧。对。家里人呢，无论请厨师做还是自己做哈，请些素的，清清淡淡。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愁吃穿的嘛。对。所以肚子还是油水多呀。是。所以吃些清清淡淡素的，其实又快乐又吉祥又健康。
对，关键还健康。是的。这样不要去为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杀了10只鸡、10只鸭之类就不好了，对不对？不仅佛菩萨不高兴，地神都不高兴。对呀，我们地藏经中都学到。关键那被杀的动物也不开心嘛，那成冤亲债主了嘛。对呀，到最后都报应在这小孩身上去，都是你生了，我们死了，对不对？你小孩能怎么得好运呢？对呀，是。所以还是要吃素的来庆祝，好吧？对，道理特别简单。还得给孩子点灯念经做功德，对这样孩子才健康聪明，对，成长的都特别顺利利，是未来铺好路，将来还更容易成才呀。对，因为这个孩子的教化很重要呀。多少孩子不争气，是吧？到了中学、大学走向了歪路，对不对？是。所以的话，从小教育孩子和为孩子做吉祥功德，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是。他的程度绝对不次于给老人治病相等的重要。是。对。还想提醒一下，他们家就是这个大表哥走之前，年初的时候不是2个儿媳妇儿都出了车祸嘛？对，还是有这个不吉祥的事情发生哈。对。他这是说，这个表弟嘛，表弟走了之后，他的表弟的2个媳妇2个儿媳妇相续都撞车，还造成了身体的伤害其实是挺横事的。对。是不是您表弟到将近50岁，虚岁50，对不对？就死了。对。这个应该不长寿，就不叫夭折，也叫短寿。对不对？而且是横死。对。还有呢，接下来这2个儿媳妇相续的出事儿，对不对？虽然没死，但都受伤。还有一个脸都那个都破相了。但是保命了。对，是保命了。对，都见血了。对，对，所以这叫像算命先生，这叫血光之灾，就是真的。血光之灾有轻有重，重了要命，轻了受伤。但是一定得见血所以是有不吉祥。那通常来说的话呢，家里头一个是功德问题，第2个可能风水也有问题就要调整。也有的是阳宅还有阴宅，它可能各有各的问题。我现在我就觉得他们家他表他大舅他大舅家二舅他舅家的他舅家的阴宅风水有问题，就是我现在的感觉。那程赶紧的。都只是把我的话转告给他们。对，赶紧还是请那种风水先生看一看。是的。是吧？看看能解决一下。对。但是因为很多，它都分在哪个国家了，因为有些国家经常平整土地把坟给推倒了，也都找不着。老百姓没办法。更不要说你弄风水坟了弄不了。对。所以那种是没有办法。有些人都找不到自己祖坟到具体是哪一块，很多人都找不着了。最后很多在这个知道的这块地里头，在这个地的头上来烧香磕头了。很多人都找不到了。对，真是挺麻烦好的，感恩师父。对，总之就是说，这个阴宅阳宅都看一看，尤其是阴宅。另外呢，家族还是要多做功德，来消灾避难。对，恐怕事情还没有了所以这个家人要继续的，其实要做功德修善做功德修善之后呢，才能避开其他的更大的横事。是的。对，他有这么一股邪气在你们家还有就是家里的话呢，也可以就是供佛像唐卡呀，或者现在在这个月，你看这次班上师父介绍的这些密宗的金刚像这一些。对，还是有这种震慑作用的。对，他横是那么厉害，那个家族来说，想最好一家请那个小的，家族性请大的，或者是大的金刚杵对，立在那边，一下就镇住。是你最少的话，也在你的每个屋里头供放佛经一本佛经，或地藏经都可以要这样子。否则家里头其实邪气煞气挺重的。真的。所以程你自己好好修，然后家族的这些怎么说化解的方法也要听师父的指导，尽量的早一点做到。对，帮着亲人们一起。对。好的，那师父，那我们也给程一颗宝珠。好，给。
好，王友程程，你这个故事还挺好玩的哈，虽然挺瘆得慌，但是大家还是受教育的哈，对，所以送你一颗宝珠，祝你这个健康长寿，如意吉祥哈，早点解决家里的问题哈。好，感谢你。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接下来是马来西亚宝灵禅堂文敦师姐带过来的一个见证，叫做梦见养母。师父好，感恩您教授我们《地藏经》，我现在更了解为祖先和已故亲人做功德的重要性。我跟您分享我已故的养母的故事。我来菩提禅修的前一年，也就是2015年9月12号，正好是我的农历生日那天，我的养母去世了。那连续4年呢，在我的生日前后，我都会生病，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养母2019年，也就是4周年忌日的那一天，我又病倒了。之后不久，我在马来西亚焦来禅堂遇到了师父，我在心里祈求师父祝福我和我已故的养母。结果那一年，我的这个病比往年都恢复得快。在养母5周年忌日的前一周，我在客厅里念佛，一个下午，养母来到了我先生的梦中。我先生看到已故的养母在港口的等候区，母亲的腿上呢坐着一个哭泣的女孩，她正在安抚那个女孩。当母亲看到我和我的先生时呢，她告诉我们她牙痛，而且她还想吃豆芽。我先生立刻就告诉她，我们可以带你去那个餐厅吃豆芽。但是后来呢，先生又意识到，因为当时是疫情限制嘛，车上只能坐2个人，先生就告诉母亲让我带着母亲呢开车去那边。这是先生的梦嘛？那先生把这个梦告诉我，我感觉我已故的母亲想要转世因为她在港口的等候区嘛，但是呢，她还需要一些帮助，因为她说她牙痛。我于是在禅堂为她供了3天的灯，也烧了一些贡品给她，也煮了她想吃的豆芽。点灯和祈祷之后呢，我就不在母亲的忌日期间生病了，每年都很平安。我最近2次呢，又梦见了我的养母，她在我的梦中又死去了。梦中她死了，我看见她的脑袋里装满了红枣实际上我的养母去世呢，是因为跌倒跌倒以后，结果就造成去世了。那祈请那个师父为我解梦，我梦中看到养母脑袋中的红枣是什么意思？我的养母得到解脱了吗？感恩师父。这梦就是很神奇对呀，你们觉得他问的问题，他养母梦到死了，头脑里头都是红枣，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首先我还是觉得好，就是趋向于好，因为师父以前有讲过，说这个往生的人在梦中又往生呢，还是脱生的意思了，就是投胎了还有红枣，还是挺喜庆的，咱们也都挺喜欢吃的还是个好东西，是不是这样的，师父？反正就是分判断的感觉。我这从这个枣，一般我们对这个水果这个枣的印象都是正面的。对。但是关键这个枣它放在你的脑子里头，啥意思呀？也不太好。那我的感觉，我去感觉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于他们家人会容易出现脑神经问题。会出现这个。就当时豆芽和牙痛，就是母亲需要帮助，是急需帮助，对，也需要吃的东西对，对，是这样所以这个梦到的这个枣，提醒后人。对，我每一天的感觉不一样，反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不是那么好，容易出现精神的。所以要为，因为按照经典上说，那就得为养母也好，为你们自己也好，得做功德。对，你在为别人做功德的时候，你也自身难保，就怕是。对，所以
还要为自己做点功德。看有没有孩子，再为孩子做功德。因为你这个寓意不一定应在谁的身上，呈现出这个灾来。是这样的。就看你有多少家庭成员。她倒没有说自己有没有孩子，但是她第一个梦就是她丈夫梦见养母的时候，在港口腿上坐了一个小女孩在哭泣。然后养母也牙痛啊，又想吃豆芽，就她也没有说那个女孩到底跟她有什么关系。她只是描述了当时梦中的景象。对，哭泣的女孩。是。后来那个梦是不太好了，又牙痛又想吃东西，对吧？对。当时他是等着审判嘛。是的。对，就是梦中那样的，他正港口嘛，在等待中。对。所以这个他一起作伴的呢，还有别的灵魂。一起去要等待的。对。像那个他坐着那个所谓那哭泣的女孩。对。肯定和他们家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已经死了。好，就是文敦师姐还是自己好好修，为养母继续做功德，而且为我们在世的自己呀、先生啊、后代呀也是多做功德。是。就要多想一想。因为有时候就像个哑谜，让你猜。是。哎。有的时候就应到一件事上，应了，一拍大腿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对。没发生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就是。你只能是四处求神拜佛。是多保佑。企图得到一个保佑。对，避免以后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消灾避难呢，还是。是。好，感恩师父来解答。对，这么详细的指导。是。感恩师父。那我们也送给文敦师姐一个宝珠吗？好。好。这挺好看的哈，这个样子的。很美。好，祝福你文敦啊，希望你能够遇难成祥啊，佛菩萨保佑你。收到，感恩师父。好，那接下来是网友小叶带来的分享：与鬼交战。来听听。尊敬的师父您好我是弟子小叶。自从进入农历7月以来，我几乎天天右眼跳。农历7月15的凌晨，我梦到娘家的佛堂竟然一座佛菩萨像都没有了，只听到我给母亲播放的莲师心咒的声音。梦醒后，我右眼又开始跳。这些天，我为我父母的历代祖先和冤亲债主分别供了49天超荐灯，也为自己的冤亲债主点了超荐灯，同时也塑了地藏菩萨金身，并且以此功德回向给他们。今天午休的时候，我梦到我去了一个并不熟悉，但又好像是我住的房子里，感觉是在等我前夫回来。我听到房间吃饭的这个圆桌上有奇怪的声音。梦里我立刻意识到是鬼，但是却看不到鬼的样子。然后这个鬼去卫生间拿东西朝我扔过来，攻击我，还用淋浴喷头朝我喷水，但都没攻击到我身上。然后我就还击他，而且这个鬼还有点色，想对我图谋不轨，但是我一直跟他在打斗。后来我发怒了，拿了一把扫帚在餐桌上来回挥舞，到处的敲打，异响的声音就终于消失了。之后我就醒了，醒了以后右眼依然在跳。这些天我一直在诵念莲师心咒，诵读地藏经和地藏王菩萨心咒。弟子请求师父指导，这2个梦在为我预示着什么？我应该怎样做呢？感恩师父。这2个梦都不太好，尤其第一个那梦见娘家的佛堂那个佛菩萨像全都没有了。对呀，一尊像都没有。对那这个肯定是因为家里都是有佛菩萨护佑才是吉祥的嘛。对。那你这个吉祥的都没有了，你看那不是不好吗？而且他还说，进入这个农历7月以后，他这右眼皮一直跳。咱们民间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对，跳灾，对，就是反正不老好的。对，那梦境确实不太吉祥。
第二个梦就更，梦里跟鬼打架，打起来了，还打的还那么具体。还扔东西，还拿淋浴喷头还喷他，好在都没有打到他，那个水都没有喷到他身上，然后他还英勇还击，那鬼还有点色，都被他都抵抗了，最后拿笤帚战胜了鬼，醒来了，然后右眼还在挑，对，就是。这个月过得够累，是挺忙活的，是，首先第一个梦哈。他们那个佛堂那个佛菩萨都没了，对，那通常是什么呢？就是说，应该说叫怨气太重，对，就是正气就压不住，正不压邪了。也就是说，他家里头就是，没有更有分量能量的，也就是他家的正能量本来就不足，正能量不足，这个邪气呢。冤亲债主呢就显露了，就是你的正能量越弱的时候，这个邪气显露的就更生猛一些。对，压不住嘛，压不住，压不住了。对，这是他头一个梦哈，就是没有佛像。对，后来那个梦是跟鬼在梦里打，那也是同样的这个问题。对呀，和鬼打架其实让自己变得很累。对。那有人说这个只是梦中和鬼打架，但是和鬼打架之后呢，你是非常的疲劳，对，甚至是觉得很难受，对，所以和鬼打架，那你说是真打了假打了呢？那还是真的，因为毕竟一般都是这样的梦，醒来以后都是精疲力尽的，对，浑身无力很虚弱，对，和鬼打架完了之后，醒完之后你就全身很累。甚至整个这一天甚至3天都累，这些都是不太吉祥的，应该是真打了，对，就是和鬼打架是个不太好的事儿，就是说你的能量这时候很虚弱，才能和鬼打架，打完了也被耗了很多，打完了之后实际上耗你的阳气啊，是。你看，所以就这个梦，2个梦哈，一个是家里的这个正能量不足，第二他自身小叶网友自身的这个正能量又不足了，所以的话，真的是家里呢需要这个镇宅的哈，能量很强的这样的法宝那他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应该佩戴一些来护佑的、来消灾的、避邪气的这样的法宝呀，师傅？你们觉得呢？那是的呀，对，就想师傅推荐他一个什么，就是针对他这个案例，就是比较管用的。咱们这种镇宅的哈，这为了方便我们一些这些网友们的需要哈，关于镇宅辟邪的这个东西已经推出很多种了。是。你看，就是平面挂在墙上的，尤其是前面这个。大黑天大黑天老唐卡虽然是复制的哈，我相信它这个能量还是存在的哈。对，你看还有之前去年的地藏王菩萨，对，是吧？对，明代地藏王菩萨像唐卡，对，还有后来我们有特别的像立体的，什么大黑天，对，莲花生大士，对，这都是降魔捉妖，是阎罗兄妹。十轮金刚是还有圣乐金刚，普巴金刚，对，普巴马头明王马头明王金刚，这些都是在这个藏传佛教之中的佛菩萨非常凶猛相的化现，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有缘的众生哈，来镇宅安宅降伏魔道的，这样的法宝。他最早的时候是帮助这个修行者获得更高智慧和法力，来这样来修法用的。但事实上呢，我们又发现说，他对我们一个普通对平常人供养者来说呢，又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对，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呢，你的家里头要有这些重要的宝物来镇宅。还有身上要带一些，
对，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好运气，啥都不带都挺厉害，是吧？那鬼和人看他都害怕，因为有很多之后你的能量弱，怨气重，对，人见了都想揍你，鬼见了光想咬你，你这真没办法，这就冤大头。他有这样的人呢，就能量弱，他们就来侵入你，是，所以那你也需要说，是吧？那你觉着你想嘛，你作为女生，你还必须要走夜路，比如你上学早，天还不黑就得去，走10公里，对，那你不得不去，对不对？你是不是身上带个家伙呀？对，最少带个烧火棍也行啊，对不对？是，那防个身了。对，还有胡椒喷剂。喷狼，对，喷狼喷剂是吧？哎，什么9节鞭，双节棍，对，金箍棒，红缨枪是不是啊？大砍刀，都可能会备着。要带护身的。事实上是这样。对。今天的社会，我们说的时候觉得，哎，师傅在逗着玩儿。那再倒退，别说100年，是倒退50、60年，就都这样子。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都要穿过一片森林，还走过一片玉米地呢。我们1990几年的时候，哎，那时候我都吸引我了。你都遇到什么坏人了吗？哎呦，我好在没遇到，我就遇到那些地上那些害虫，给我吓得我跟跳芭蕾舞似的，我就脚尖着地就跑。对，完有的时候还有就是。还碰见过蛇呀什么的，坏人嘛，就是没敢走夜路，完了都一群小孩一块儿走，叽叽喳喳的。我们还得过一条那个火车道，家长就一再的那个要两边看好了有没有火车什么的。对，其实挺吓人的，想想。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身体没有那么强，还有的人以为是强，是外强中干，是吧？说表面上瞪着大眼珠子，长一些胡子茬，也有点牛肉长出来，可是内心是空虚的，一样犯精神病。那鬼叫夺舍哈，鬼呢就把你的这个生命侵占了，借你这个身体，结果是鬼住在里头，这种事不少，对吧？所以说起来挺吓人哈，但事实上确实有不少这个事儿。是，对，所以那你要有一些能够随身佩戴的一些法宝。对我说最低的法宝也得有一个，哪怕是木头的也不太重嘛哈。这个金刚杵啊、金刚诀啊，现在对电脑上大家看到的有金刚诀、金刚杵哈。对，甚至还有铜的，这个金属的我觉得也很好。对，因为金刚诀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在过去是某一层天上的天神的兵器，也有这个说法的，也是挺凶猛的。对，来辟邪，来避开这些邪气，才能保护住自己哈。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你需要的话，你赶快去请哈。是。当然说到这个护佑哈，其实我自己搓的这些珠子哈，这些珠子的话，我本身就给它加进去了，不是光是用功夫哈，就是把很多你见过了哈，我把那些奇特的药材，把它磨成粉，磨成粉之后呢，给它加到这个珠子里头，是，之后呢，做成珠子之后，把它烧好了，我再去给它加持，就希望呢，这里头用的这些药哈，用的药粉呢，当然这个东西不要吃哈，它带在身上辟邪，就是避那个蛊惑的、蛊惑诅咒的，蛊毒那样的蛊毒，来避那个东西，避蛊毒的哈。但是我的加持的话呢，可能也能避开一些其他综合的邪气，什么鬼魂呐、邪灵之类的哈。对。师傅，那像小叶这个情况，那梦里边跟鬼打架的这种，这个带上应该也是很有加持力吧？就鬼应该不敢近身的吧？只能说或许。我相信的。因为各种各样的邪气都有，像各种体质都有哈。你到底带了哪一个对你来说特别管用的，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会送你个珠子，好吧？感恩师傅。可能这个珠子对你是很起作用的，也是啊。感恩师傅。好，祝福小叶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邪魔不再来啊。收到。感恩师傅。
接下来是洛杉矶禅堂的小溪的妈妈发过来的这个见证，叫做爷爷贩毒。师父您好，聆听师父讲解《地藏经》，听到世界各地网友分享个人的真实经历，我才悟到我并不是最苦的我的孩子小溪也不是最惨的。小溪患有心理疾病，常听到有人和他说话，这里的人不是我们一般人能看到的。他说一直以来的幻听幻视折磨得他都快要死了，很害怕。时常会看到小溪对着空气骂，他的脸变得很凶很生气。我一看到就知道他又犯病了，就赶紧提醒他该吃药了。小溪的祖父曾经贩过毒，可能也是把这个业传到了小溪身上。小溪的发病呢是26岁那年开始的，但是他自己说小的时候就有自杀倾向，不想活了。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他只相信西医，换了很多种药都没有用。我想以佛法帮助他，他不听。帮小溪做加持的时候呢，他的头部还有这个头皮都有像核桃的那种纹路，不知道是不是业力的呈现。以前呢我也问了一位通灵人，然后通灵人说呢这是他的冤亲债主，那么说那些冤亲债主等到时间到了就会离开小溪。师父呢曾经指导过小溪要每天走八卦，还要他到禅堂来做义工打扫卫生。他大约只做了1个月的打扫卫生，八卦也不练了，一直到现在，让我非常的着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呀，小溪的生父对他不理不睬，不愿意和他住在一起，甚至将他赶出家门好几次。在小溪16岁的时候，和父亲相处很糟糕，曾经被社工保护，把他带走，一直到22岁才回来。目前呢，只有我和我现在的丈夫愿意和小溪住在一起。听起来好像很轻松，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困难。我想小溪业力深重，很难教化。当我要以佛道教导他，却常常被他无视或者是顶嘴，因此我们的关系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直到我悟到了，我并不能将重心放在小溪的身上，首先我得先照顾好我自己。在师父的教导下，我必须精进修行，才能够有智慧地面对他的问题。需要多念佛，多积功德，帮他多结善缘，希望他能早日接触佛法。弟子祈求师父，希望师父能够加持小溪，不论他是心理疾病还是冤亲债主来讨债，都能够早日从那些障碍中快快解脱出来。感恩师父。小溪很可怜。小溪的妈妈也很苦啊。是。那从小他描述孩子从小就好像经常幻听幻视，就是跟所谓的某种生命在对话，还吵吵嚷嚷的，还对就是对着空气骂，你想这样？对，然后有自杀的倾向，就是自己就。所以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应该不可能很正常的读书和工作吧？不可能，他连跟家人正常相处都做不到嘛。他做不到。对，也就是说，基本自理能力都很差。对，就没有办法。就更不要说服务他人。社交能力，对，不可能的了。对，他还太难了。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讯息呢，他的爷爷曾经贩毒。对。我想问一件事啊，你想，因为我知道我在电影上看到他们那个就是贩毒的这些贩子还经常，我那时候20年前看香港电影看的，一包海洛因，越南的黑帮来卖来了，香港黑帮老大说，我看看它真假，咱们是第一次贸易哈，拿了个刀冲就捅开，拿了一点这个毒粉出来，一闻一舔，你敢掺假，你不要命了，是吧？你看，那你要贩毒，你要懂的话，要尝的，对不对？对，一舔就知道。一舔一注射就知道。所以他首先他是使用者。对，是。对吧？毒贩肯定是使用者，对不对？那小溪的爷爷，我在想哈，
比如他爷爷也好，他奶奶也好，你这个吸毒的人生孩子会不会受影响呀？会。咱先别说他引发其他的伤害，就是你吸了毒了，比如说父母双方有一个人吸毒，对不对？有一个人吸毒，会不会对胎儿形成一个疾病性的影响？会。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医学的研究嘛哈，尤其是母亲吸毒的，那直接对这个孩子，他就怀孕的时候，胎儿就容易畸形，要么就流产，要么就早产，就是正常生下来还容易那个体重很轻，不好养啊，然后孩子还容易情绪哭闹啊，然后智力还有问题，对，就是方方面面的，甚至还生下来会是残疾儿呢。对。什么眼瞎呀、耳聋啊、哑巴呀，这样子走不了路呀，对，四肢发育不齐全，对，甚至内脏发育不齐全，是，对，一系列的无数个恐怖的结果会等着这样的妈妈，对，非常的恐怖。对，就是身体齐全的话，可能什么智力障碍、学习障碍。对，你读不了书，你怎么成才呀？你想，就是健康的夫妇哈，通常在怀孕前咨询医生的时候，医生都问你吸不吸烟呢？对，你喝不喝酒呀？戒烟戒酒，你这些都得给我戒了。是，你还经常要运动，对，还要快乐。你这个时候你怀个胎，说不定才健康，对不对？就是这些坏毛病都没有，生出来都不一定健康。对呀。你这个一吸毒，就注定了孩子不健康。是。对，吸的越多，残疾率就越高，对，几率越大。所以像小西这个情况来说，他就是个受害者，他本身受害者非常可怜，是，对，这从爷爷造的事儿，造出来，结果到了孙子身上来了。所以这个业力传承，哎呦，所以真的是我们的网友。先除了业力传承啊，就这个基因这个传承，就是他吸毒，爷爷那么吸毒，到了孩子身上也有这个现象。那么再者就是说，你贩毒害的人这个业，那可就是业了，这个叫业上加业，对所以罪恶滔天。对，像小西那情况就算好的了，真的。对，那怎么救呀？真哎呦太难了，所以这小西妈妈太难了。这个结果是恐怖啊！所以大家做人做事哈，就是为什么佛告诉我们大家不要做那些特别明确伤害的事儿，对不对？现代社会这个黄赌毒就是这些。现在我们要求大家不要偷盗，不要杀生，不要吸毒，不要赌博，是吧？不要酗酒，抽烟最好也不要抽，这些坏毛病不要染，哪个都不是对身体好的，都是败家的。对，只要对自己身体不好，还让后代遭殃嘛。对，对。所以像小西这个，你看看，人这孩子其实他是无辜的，这小孩能做什么错事啊？是呀。就接下来遭这个罪，对，是吧？他遭这个罪，他妈跟着遭罪呀。对，我就是说，你这一代贩毒作业哈，一毁好几代，有的是因为你的原因让你自己灭了门呐。是。很恐怖。别做这些事儿。对。但是面对像小西这个情况，妈妈在那着急，对不对？对，因为妈妈着急，妈妈正常，因为妈妈是嫁过来的人呐，对吧？妈妈着急，妈妈后来也是觉悟到了，就是说把一切的以前肯定是重心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哈，后来也觉悟到了，说不行，我得先保证我自己的身心健康，不然自己都被拖下去，都拖累坏了，这个是太有可能了。对。妈妈觉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只能说明另外一点，就是妈妈叫这个小西拖拉的，对，也已经扛不住了。是这个真的挺，哎呀，它引发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对，你自救自保了得。对，所以为什么之前就是说嘱咐小西去禅堂，对呀，去做义工，是，别的不会打扫卫生，对，不管是哄着也好，还是吓唬着也好，谁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他多积一份德。真的，这佛光普照他，说他的改变就可能是每天10%就产生了。
这也想方设法让他去做。对呀，对不对？你被动等待哪儿行啊？其实我们的禅堂也背这种责任，是吧？的说实在话，真让他干活，说不定他引来的事儿还更多。是，所以我们担着这个责任让他来做这个，就是为了救他。是，所以这个小溪，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朋友呢，能够去禅堂，我给你机会去做，你就认万福了，你就得救的机会就来了。知道吗？你能够在佛门当中做一份小的贡献，可能佛菩萨就让你解脱。真是，对。那现在小溪就是还是他妈妈也是想把师父讲的佛法教给他，他就是听不进去，所以妈妈就是觉得还是自己好好跟着师父先修。妈妈的教学方法也有问题。对于孩子这个情况，你就不可能拿本经书给他说，而是什么？你就来干这个活，而且我带着你一起做，还游戏性的做，哄着来。这孩子首先觉得，哎，这有兴趣，这好玩啊。他也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他不是死傻子，他有荣耀感，对不对？得有成就感才行。这个妈妈还有咱们禅堂工作人员要有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慈悲的心哈，要带着这样的小朋友哈。我为什么介绍去禅堂啊？我们是为了帮他呀。是。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耐性和善巧的方法，让这孩子乐意来，是吧？所以有些有年龄的人，我也是来到禅堂做义工吧。是。我们缺这么一个老人家做活吗？不缺啊，就是为了帮他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所以我的车让人一天洗了好几遍了都，实在没活儿，说你给我洗车吧，这都是希望让大家有那么一份功德。就是这样。对，也是用心良苦哈。所以的话，小溪的妈妈也要用方法。那我们禅堂的这所有的员工朋友们，都要学会去照顾，要无限的宽容，照顾的这些来做义工的朋友。我们是为了救他啊。好吧。那这个今天呢，给这个小溪和小溪的妈妈，每个人送一个珠子啊。感恩师父。这个我们做了有个小模具哈，有个老虎头的啊，这给小溪戴啊，穿个绳挂在胸前就可以哈。对，这给小溪，这个红珠子给妈妈啊。太好了。你看，还挺搭的，都是红的哈。是，真好。感恩师父。好，祝福小溪和妈妈哈，都能健康快乐，早日康复。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接下来想跟您分享来自新加坡的全汉，他的一个故事叫《赌博的爸爸》。他说：“师父好，在我有记忆以来，爸爸和妈妈的感情就不好。爸爸很好赌，也不顾家，整天在家里待着不工作，还常常和妈妈要钱。记得有一次，大耳聋上门找爸爸，要他还钱，还把我们家的门和墙都给画花了。我有个哥哥。”我们年龄相差8岁，从小哥哥就不爱和我玩，有时还欺负我，把我当沙包打。爸爸常常欺负妈妈，妈妈不给钱就骂他或者乱扔东西。每当这时，妈妈会叫我回房关上门。曾经有一次，爸爸半夜3更拿着菜刀在厨房里乱砍东西，把我吓坏了。从那天晚上起，我就会摆放一支木棍在我的床边。我跟自己说，发生危险我就冲出去保护我的妈妈。17岁那年，我的父母离婚了。原本以为可以过着比较安稳的生活，怎么知道我26岁那年，哥哥患了鼻癌，从此生活又有了改变。哥哥当时做化疗，用了1、2年的时间才慢慢康复，但是过了几年，药物的副作用产生了，导致他左边的眼睛、耳朵、鼻子完全失去功能，渐渐的也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我29岁那年，有一天，哥哥接到一通来电，说爸爸去世了，要我们赶紧去为爸爸办丧事。我们后来了解情况才知道，原来爸爸是因为喝酒跟人打架，然后被起诉，之后他就选择了自杀了断。记得曾经妈妈有和我提过，爷爷也是自杀身亡的。自17岁妈妈带我离开家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爸爸去世4年后，妈妈不幸患了乳腺癌，与病魔抗争了2年后也去世了。想起我小时候很顽皮，到了青春时也变得叛逆，学会了赌博和吸烟，常常夜归，也爱和母亲赌气。我的行为带给母亲很多困扰和烦恼，但是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还不断地给我劝导。妈妈时常对我说，我不需要你有多好的成绩或多大的本事，只要你学会懂事和慈悲善良，不要做烂泥就可以了。庆幸的是，妈妈本身学佛吃素，所以她都会用佛法来感化教导我，跟我讲道理，不像一些父母只会用打来让孩子听话。所以我很尊敬妈妈。她也常带我到寺庙礼拜，教我诵念佛菩萨心咒。我30岁那年也开始吃素，直到现在。妈妈也是师父您的弟子，我也在35岁那年拜师父为师，特别感恩弟子有这个缘分认识佛法，认识师父，不然我真的不能想象该如何承受妈妈往生带来的打击。其实，当妈妈生病直到往生过后，我一直都背负着照顾哥哥的责任。2018年，哥哥患了严重的肺炎，当时住进了 ICU， 被插了很多管子。有一天晚上，医生还说可能没办法过得了今晚。但是当时因为有菩提禅修的师姐们为哥哥点灯，我本身也为哥哥念佛供灯，所以奇迹就发生了，哥哥突然就好了起来。真的非常感恩佛菩萨师父的加持护佑，让哥哥度过了这个难关。但是哥哥出院后变了一个人，他变得到处向他的朋友要钱，骗他们说他需要钱来购买必需品，但其实这些根本不是事实。这些年我都和哥哥住在一起，直到今年我搬了出来，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我也因为之前哥哥常常羊癫疯发作，导致我患了焦虑症、胃酸倒流，时常头疼、胃疼、心情焦虑，甚至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办法好好工作。自从我学佛后，我一直都有在做功德，尤其是妈妈往生过后，我都尽量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多做功德。师父网上所有的赞助，我都以祖先爸爸妈妈的名义做了。请问师父，哥哥接下来的日子是一个人生活，那他会不会步上爷爷和爸爸的老路呢？请师父教教我该怎么办，要如何才好？感恩师父。前面我们听的是洛杉矶那个小溪妈妈，因为是爷爷贩毒哈，这个孙子，哎呀，真的是很可怜境遇。这个呢，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故事是爸爸是赌博。你看，让这个儿子，你说多么的，哎，真是让人心酸。咱们听着，他这一家里头，一个一个的也是横事连连。对呀，他爷爷、爸爸都是自杀的，对。然后这个哥哥年纪轻轻就患重病哈，先是鼻癌，然后后来就导致这个左半边的这个功能都丧失，没法工作。又严重的肺炎，又住院，差点死了。幸好点了灯啊！对，然后还有羊癫疯，还有哎呦！但是这么多毛病的背后呢，接下来还借钱赌博。他出了院之后还骗人，还骗钱，跟朋友对说谎，不是这是什么呀？这是对呀，这听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就这个妹妹很可怜，就因为父母都已经往生了。就他照顾哥哥，最后他已经忍受不了了，他也搬出来了。这有点像那个小溪妈妈那个李自保了，受不了。哥哥不走正道呀。对呀，也有病怪可怜你的。就还他其实他的病还没好呢哈。对呀。因为鼻咽癌呀，不可能好得了。对呀。最后又骗人，骗人借钱就是为了赌博。难道这也是遗传基因吗？你也有可能，但也是自己的业力，自己在做这有自己的业力，我觉得也有遗传基因。对。哎，而且呢，这个妹妹担心的事情。对，担心她会不会像爸爸跟爷爷一样，会不会也是自杀了断？这个我们不敢说哈。真担心。但是确实是让人担心，非常令人担心。对，真的。对这个。赌博吸毒哈，也是令人那个
讨厌，真是。确沾上了实讨厌就真的是就是很麻烦。而且他赌博吸毒之后，他尤其是骗亲人哈，他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对，他拿了钱来，其实他自己并没享用了，是，他全像赌博等于送给别人了，他觉得合情合理的送给了别人。但是如果有一天他赢了，你会发现他是为了自己，他先大吃二喝一顿，对他也不会去还赌债的，也不会还，不不会的是赌债，他就借的别人借的钱亲戚朋友的对借钱债他也也不还，会的，对他先自己满足自己的胃口一顿，是的，就是这样的，嗯，是吧？真的很难救啊。这过去我在小时候也是接触过这样的人，哦，哎，对我邻居的一个哥哥那样的，令我真是我讨厌。对，我们家够穷的，连骗我爸的钱，完了之后，太结果坏了，他对呀他还是那说句话就缺德我跟了嘛。真是我妈看病，我给他抓药，人说这是个孝子啊，结果他对拿着呀钱赌博去了，哎呀，真对吧？太问他恨人妈没这事儿啊，妈好几天找不着这小子了，嗯，哎，全是骗人，哎，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很没瞧不法起这样的帮嘛，人，对对嘴里就没有实话。挺可恶的。对对你凭什么要帮他呢？你帮这样的人就是帮他学坏，对，帮他下地狱。对，所以这对没法种人千帮万别帮，赌博的，是吸这个吸毒的毒的，千万别借钱或给钱，借什么钱他拿什么还你啊？是，对不对他真没吃的，你哪怕给他买个汉堡包都可以，就别给他现金，别给他对钱。对，人家在温哥华地区也有很多是这样，就在街边找一个名誉说我要钱，你给吃对的他不要，对他还选择哎我不吃素，我要吃肉，或者我只吃素我不吃肉，哎这毛病多的不得了，就是。是其实你就是要钱买毒品嘛，他就是是把自己打扮的，所以在每一行都有每一个行业。说为了赚到钱怎么办？一个大小伙子穿得干干净净，躺在路边铺个报纸，最后还要不来钱，说牵了一条狗做的事儿，很多人就给钱。我说加拿大人也温和呀，是，对，这都是在骗人。对但是说真可怜的我们真帮，是真骗人的真不要帮。你帮他就等于帮他下地狱对，啊。所以全汉搬出来是对的。对，对你哥的情况你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是说，这有这么一个叫孽缘。有的时候家里这个兄弟姐妹就是有一个就是佛，有一个就是魔，真的是完全相反的行为。对，相伴而生。对，哎呦喂，但是确实相伴而生。那这样的话呢，就给这个全汉来说，就是给一个特别铁的事实的一个教育。那你要好好做人，修好自己就可以了。对，你哥你管不了。对，你还身缠重病，你还羊角风是吧？还脑子还骗人不好。对，明白的时候开始骗人，对在赌博。你说你身上有一点好处吗？像一个哥哥的样子吗？对，那是生了个魔嘛，在家里头。你拿魔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是，所以没有办法，你自己吧只能说你自己办出来。对，哎，完了之后自己好好修行，是，做好自己。真是。对，因为你前头你家族的这些业、这些状况你看到了，对，所以自己好好修。自己如果有一个就基本正常的人生就很好了。真的。对，感恩师傅指导，真的。对你作为他的子女，业也让你背着呢，所以你不容易呀，也得小心呐。哎呀，不容易啊，真是。是。师傅给他一颗珠子，忽悠他。给。哎呀。我还是拿一颗珠子给他哥吧。哎，好吧。哎，就是我说的那些气话，可是帮的时候我也想帮啊，是，但也能帮得了哈。感恩师父慈悲。对了，这个全汉是没问题了哈。全汉的哥哥，你不要再赌博了，你自己身体有病，你能好好活着，把自己养好就可以了。你看你妹妹多可怜，真的，是吧？你再看你的祖上的情况，所以好好思考一下哈。好，但愿佛光护佑啊，你们兄妹俩哈，一切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哎呀，我们来听一个快乐的分享，来自于马来西亚来茂。他说：“师父好，弟子来茂来自马来西亚龙泉禅堂。我有一位朋友啊，住在马来西亚的北边。2周以前呢，朋友做梦见被3个恶人穷追不放。”最后还真的被一个恶人给捉着了，并且持刀就要砍杀他的时候，立刻被吓醒了。
然后朋友呢闭上眼睛继续再睡的时候呢，梦境又回来了，依然完整重现。这回呢，这个大刀又向他砍下时，朋友突然想起了我，然后这个梦境霎时就消失了，这个噩梦就终止了。因为呢，我有教他走八卦，并叮嘱他，你回到北马以后，你要坚持修。他真的听进去了，所以遇到这种危难的时候想到我呢，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弟子有修师父的法，所以才帮到他吧。那么在他做了这个梦之后呢，我又引导他供灯给祖先，还有给这个累世的仇人、冤亲债主要多做布施供养。那请问师父，朋友的这个梦境有什么寓意吗？弟子我的这个引导对吗？祈请师父指点，感恩师父。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供灯的故事，也想分享给师父。我的另一个朋友有一间独立的豪宅，悬空了4年，想卖就卖不出去，压低房价也卖不出去。今年5月的时候，我知道了呢，就建议他为地基主点7天的灯。地基主在马来西亚就比较流行，就是说以前这个屋子的主人的灵魂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师父？我觉得是土地爷吧。哦，好吧。为地基主点7天的灯，然后在第6天的时候呢，奇迹就出现了。中介的人带了马来族的同胞来看房子，一看的就一见钟情，马上给定金。其实马来族的朋友来买华人的住所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更令人惊喜的是呢，他这个房价呢还比隔壁家多了2万呢。3个月以后，银行贷款也顺利的通过了。我朋友非常感恩师父，也开始在网络上向师父学习人生道理、佛法的人生的哲学和佛法的道理，非常非常感恩师父。这个帮人帮的还挺痛快的，很开心听的，挺开心的。2个故事。2个故事。第一个是做噩梦的。朋友做噩梦，那个恶人大刀都已经砍下来了。结果他这个朋友想到了他，就是来茂。对。然后这个刀噩梦醒了，就终止了。就终止了这个梦了。对。这个很好。对，然后来茂自己想是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嘛，对，有师父的正能量，是不是这样啊？是，应该是。因为所有我们的菩提同修呢，都是心怀慈悲善念，而且认真修行。对，就是每个人身上的磁场都是很强，而且都具有功德。所以像一般的邪气邪灵的，一般你好好修的这些菩提同修你不会遇到这些事儿。对，别人来求助于你的话，你的这个能量、你的功德和磁场都会帮大家来消除一些问题。太好了，确实是这样。对，他也想替他那个朋友问一下，那他做这个别人恶人追杀，大刀都要砍下来的这种梦，这个梦的寓意是什么呢？这个如果单纯光说这个梦，其实有很多种猜想。反正不好，噩梦。是什么人追他？看见了吗？没说3个恶人，而且是3个恶人，还是他刚做了这个梦，然后正要追杀，就是要砍下来，说他醒了，然后闭上眼睛再睡的时候，接着还续这个梦，接着都又要砍下来。对，然后这个想到来茂，就这个梦还连续。但是我觉得来茂他的这个引导还挺好，他就立马让这个朋友去供灯给那个冤亲债主、历代祖先什么的这种。对。一般就是冤亲债主。对。拿着刀，其实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是。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朋友家如果供了咱们一尊，哪怕小个一点的，愤怒像就可能就管用了，你就不做这种梦了。对。是吧？这大金刚杵在那一摆就没有事儿了。对，冤亲债主根本进不了门儿。是这样的，他给你护佑。对，就是你们家的房子，如果供得大的话，你们家的地都被佛光普照着，这个邪气鬼气进不来。对，这样的才行就是做噩梦，谁都可能会发生，知道吗？并不代表每一个噩梦都有真实的寓意但是连续性的做的时候，有些是有寓意。对。所以我们要分析这个梦的状况。好的，感恩师父。对，他的梦还算可以
还是可以得到帮助的。对对，逢凶化吉了。这还帮着卖房哈。对，多好，也是点灯。对，点灯之后还很快就成交。对，这4年都房价还高了，还卖得不错，比邻居还高2万呢。比他想象的是，对吧？其他族裔的人来买，还卖得那么顺利，也是点灯。你看，这就是有福气了哈。对，多做功德呀。对，结果这邻居也来跟着听师傅的开示。结果也来听来了哈。对，觉得他就通过这样来渡人嘛。真是好。好，不错，大家都听懂了哈。对，那好的，我们就送个珠子哈。好呀，我们也给来茂一颗珠子。来茂，还有你做梦的朋友。好啊。他几个朋友？他一个两个？他一个做梦的朋友，还一个卖房的朋友。那卖房的朋友啊。好，太幸福了。3颗珠子哈。来茂和你2个朋友哈。好。祝你们健康长寿，收到，幸福吉祥。收到，师傅。估计他这3个人都在看直播呢，高兴死了，笑得合不拢嘴了。太有福气哈！真是感恩师傅。好，那接下来再给师傅分享一个网友小兰的他说：“尊敬的金菩提宗师，您好，这是弟子第一次给您写信，心情非常激动，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太感恩师傅，改变了我的命运。”跟菩提结缘要从我很小的时候说起。我是80后的河北姑娘，90几年的时候，师父传法时，我就在家里有幸接触了菩提法门。当时我跟着我的妈妈、叔叔、婶婶、姑姑一起修，但那个时候还小，算是跟风式的学习，其实还不够精进。但是现在我明白，师父给我种下了一颗佛的种子。2003年，我考上了大学。我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非常的幸运。但是开学没多久，学校体检时发现我得了肺结核。当时我感觉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平时并没有肺结核表现出来的任何症状。我不死心，又去了几个大医院复查，结果都是一样的，肺上有1厘米大小的病灶。我只能休学回家开始治疗。我家是农村的，经济条件很不好，肺结核又是传染病，父母既照顾我操心，又担心村里人乱说乱传，以后结婚生子都受影响。这时候我姑姑来我家说，可以跟她和几个同修一起禅修7天。禅期结束后我就回家了，看到吃的那些药我就想吐，偷偷的都扔了。后来我去复查，结果怎么都找不到当初的病灶，医生说没有任何肺结核的表征，甚至我在复学的时候都不给我开康复证明，因为肺结核的药物治疗会使肺上产生钙化点，而医生说我的双肺平滑，不是肺结核康复后的样子。研究生毕业后，我找了一份跟专业相关的工作，也认识了老公，有2个可爱的女儿，现在生活很幸福，无比感恩师父的加持。这些年，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任何师父的消息，直到今年4月份，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学习地藏经。当时我就在想，要是能听到师父的开示就好了，因为从小听过师父讲法，觉得师父讲的非常的透彻明了。所谓心想事成就是这样。到4月下旬的时候，我就有幸得到了禅师 APP 的下载链接。在听到师父声音的那一刻，真是无比的幸福。这种幸福和喜悦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从此，我就开始在手机上跟随师父学习，几乎每场直播都有看。师父的念佛班我也跟着学，并为我的妈妈、老公、2个女儿、大哥家的侄女都供了灯。我还用师父的开示中的道理帮助了我的一个朋友。我有一个出家的朋友，他父母在这半年里先后都往生了，而且都不到70岁。他母亲中风后瘫痪了5、6年往生的，父亲是突发心梗往生的。他很难接受，觉得自己努力修行，给父母做了那么多功德，怎么还没有得到好报？半夜他给我打电话，
我想到师父的教导，有时候祖辈的业力太重，会累积到子孙后代，也有因果之中的前世因、今世果、今世因、后世果。我跟他讲了很多，都是我听师父的开示加上自己的理解。他听完后觉得我的很多理解比他还透彻，说怎么我出家专心修行还没有他在家修行，就是他自己说这个出家人说怎么出家修行还没有我这个在家修行修得通透。我心里想，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真正的好师父，哈哈，感觉有点骄傲。感恩师父，感恩菩提，感恩佛菩萨，给了我幸福的生活。这个是挺开心的。他是一个菩提子，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嘛，哈，哎，就跟他的父辈一起哈，跟师父学过的，对。那么他明显的受益，他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对。但是不幸的呢是，哎，又查出了这个肺结核，那全村人、全家人多害怕呀！那肺结核传染病啊，以后工作什么各方面谈朋友都是会受到影响的哈。结果他就修了7天的一个禅修班，然后再也找不着这个病灶了，以至于一般那个肺结核好了都留一个钙化点。对，他这可好，人家双肺平滑，你根本没得过肺结核，医生没法给他开康复证明。就是好到这个地步。他之前去了那么多医院检查，人家都说有1厘米的病灶，对，最后就是完全没有。练了1个班之后，对，根本就查不到，没有任何踪影了。对，医生都很纳闷儿哈。对，就生命的痕迹都没有了。对，后来也是生活顺遂，都很好。再有一个他分享，就是给他那个出家的朋友开导人生道理。真的哈。对，他出家的朋友都服了。说怎么我一个出家专门修行的，还不如你这个在家修行的学得明白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师父呀，真的，我听了我也很骄傲，真的是很好的。反正觉得听我讲东西呢，应该是谁都听得懂。但我想给大家讲所谓佛法和做人，要听得懂你才能学到手啊。你听不懂你怎么学呀？所以真正能学到手的话，首先是听得懂，听得明白哈。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听了以后学以致用，这就是师父的伟大。我们都学明白了，特别好。学明白就好，出去还能开导别人。对，刚才那个来茂还能帮助别人，对呀，都是非常好。对呀，人家做噩梦他都能防止住。非常好，非常好。咱菩提弟子多棒啊！好，我们给小兰，给个珠珠吧。我送你2颗珠。哇，2颗珠啊，真美。好，祝你如意吉祥，健康长寿，全家幸福快乐。收到，感恩师父。还有网友轩轩也给我们带来一个见证，是香炉带来的惊喜。师父好，弟子迎请了酸泥香炉啊。那同修的女儿呢，想再要一个孩子，可是1年多了也不怀孕。然后他也跟我讲了，他这个女儿啊，月经不正常，那怎么怀孕呢？然后我想，她比我更需要这个宝贝，我就把香炉呢转让给她了，她呢就把香炉送给她女儿了。没想到的是，香炉到了女儿家呢，她这个月经就来了，就正常了。之后没多久，一检查怀孕了。那听师父加持说呢，得到香炉的人呢，就会家有馨香，子孙兴旺，还聚财。真是感恩师父的金口玉言，感恩师父应众生所求，所愿皆得。那后来呢，我又迎请了双龙香炉，还有铜制双耳香炉等等宝贝。迎请香炉后呢，我自己那个特别内向的儿子呀，也找到女朋友了，我真是太开心了。感恩师父慈悲大愿，让佛光普照。哎呀，这个咱们替他开心，多开心呀！对呀，真好哈。对，那这个师姐其实她也很善心呐，对自己很喜欢的宝贝，可是看到别人更需要的时候，就转让人家了。对，因为有些宝贝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呢，是。有些就是说你花钱买不到。但是呢，正好我这里正好有。你看看多灵验是吧？对，
哎，你看他那个情况不可能生得了，对不对？1年多都没怀孕，对这香炉一去，一马到那儿上就怀孕。很快就怀孕了，对不对？对，你这对，你香说送子啊，香火马上烧起来了。巧合也太巧合了也，啊，是吧？对，哎，但是呢，转让给他的这个师姐心也好，对不对？是的看人家是最需要就转让了，对，对，他自己再请只新的，有再请，请了，可是对自己的孩子又有利了。对，内向不爱社交的儿子找到啊女朋友了，啊，你真哎是替他开心真好哈。啊！对，对所以大家知道香炉是干啥的了吧？对呀，家族香火鼎盛。对，延续香对，火，无论是事业还是子孙，都是对旺盛的意思。太好了，兴旺对发达对，兴旺发达，感对恩师傅，真好哈。嗯那咱们给轩轩网友也给来一个宝珠，给好，给，得给他3颗哈。行，你看他帮着这个人生孩子的哈，对啊，哎，他还有自己还有他儿子还，有他儿子，好的，感恩师傅，不敢多想，幸福的你想轩一大轩，家子的哈。3颗，给他6颗吧。轩轩会继续转哎呦他让宝贝的。看着想给谁给谁吧。那还有他女朋友对吧？还有女朋友他妈，好嘞，丈母这娘都没完了想到了啊，亲家都想到了，太感恩恩师师傅傅了，对，多几颗，前面那个多几颗啊，好，感这样的恩师傅，多给些朋友。哎呀，感恩师傅，其实世界上很多人真的需要，哎，这些宝珠啊，这些宝贝来护佑。感恩师傅慈悲。看还有什么好故事？有师傅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方灿师姐，想跟师傅分享师傅安魂赶走邪气的故事。师傅好，我母亲方喜在2015年的时候去中国探亲，到了亲戚的祠堂祭拜过世的亲人。当时寒风阵阵，感觉很凉，心里有种透凉的感觉。母亲没当回事儿，在那边逗留了几天，要回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了，全身不舒服。母亲回到大马的家时，身体只是觉得一直是发冷的，冷的整个人都会抖，很抖很抖，脸色不好看，眼睛也是直愣愣的瞧着人。弟媳认识一名喇嘛，就把母亲的照片拿给喇嘛看。喇嘛看了以后说有不妥，母亲身上有邪气，但最后喇嘛还是没有能帮到母亲，母亲整个人还是非常的不舒服。之后我们又去问神，在马来西亚流行有疑难杂症就去问神，一问之下说有很多阴灵附体，然后我们就去帮母亲拜，拜了之后好了一些，可是时好时坏。那时候就觉得可能是人老了就是这样了。2019年认识菩提禅修，母亲参加了禅堂举办的1日禅。来的时候，母亲浑身不舒服，手脚发冷僵硬。1日禅的课程上有师父的能量加持，母亲在接受加持后，整个人都变得温暖了。母亲还在禅堂学了大光明修持法，回家后也坚持做大光明，然后一直在网上跟着师父念佛，参加共修。渐渐的，母亲身体变好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有一次跟着师父的网络直播，师父在给大家做安魂大加持。母亲觉得有东西从身体跑出来，貌似有一对客家人。因为我们是客家人，母亲探亲去的也是客家村。母亲觉得有一对客家老人跑出了身体后，整个人都轻松了，脸色也不一样了，亮丽了。还有一件事，那个时候母亲不但被邪气干扰，19年我的妹夫过世后，母亲时常觉得妹夫就在家里，还看到过其他过世的人在家里。直到后来母亲跟着共修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非常感恩师父。这个就是祭祀祖先的时候，结果把老家的老魂儿给带回来了。一对客家的老人，对，从中国带回到马来西亚了。你说这个比较少见啊。去祭祀祖先，结果把一些老灵魂给勾走。哎，就弄得全家不宁哈。对呀，那老母亲咋受得了这种阴的这种能量哈？对，这个有点怪。好几年，但是这个怪也不要紧，就是师父有这个安魂大加持。你说这个怪病，哎，他自己都看见了嘛，一对客家老人从身体里就出来了，就跑出来了。师父把他的魂就安好了。
对，要感恩师傅呀。其实那魂儿走错地方了哈，你们老两口在那儿进到人家一个身体里干啥？对，干啥呢？上马来西亚旅游一圈干啥呀？对呀，这不是占便宜到马来西亚旅游去了，这不是免费旅游吗？对，还是送回老家的好。对，对，所以我给安魂的话，就可能这把他魂儿送回去了又。对，对，把自己的魂儿给安回来。是真的感恩师傅，真的感恩师傅，幸好遇见了师傅，遇见了菩提。对，15年去的，19年才安到的魂儿。这要时间再长点，母亲年纪那么大了，真的也是很危险的。对，他安魂这个事情，他不是大家都会做的。他前头有求过喇嘛，还有问过神，对吧？他都没得到帮助，得不到彻底帮助。最后这个彻底帮助就是在师傅这里。对，师傅这个法力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这是因缘吧？还是师傅的法力强大。对，他的因缘。其实师傅在网络上做那个安魂大加持的时候，太多人受益了。因为这个灵魂丢失的这个现象，哎呀，有苦说不出啊，也没西药治，也没中药治，谁也没法治，是这么一回事情。其实这个掉了魂儿这个比例挺高的。掉了魂儿和丢钱很类似哈。他有些人呢，他不小心这个魂儿在哪里下掉了或者走失了。是。但是呢，你也不给他找回来安好的话呢，这个人就昏昏沉沉的，对，不太每天颠三倒四，对，就好像缺了根脑筋一样。是的，而且工作也做不好，对，浑身乏力，对，能量不足，对，非给他安好了之后，觉得哎，精神百倍，对，就很精彩，就会是眼睛亮了，然后整个就变化，是，对，所以这个丢了魂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叫症状表现，是的，有些是恐怖的，对，也有人丢了魂之后杀人都有所以什么情况都有。不正常，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精神就不正常了都。对，严重丢魂的人是死亡了。对，那是最重的了。对，所以这个安魂呐，这个加持太重要、太殊胜了啊！其实我们网友也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有这个需求人真是不少啊，师傅啊。是，对。那像今年我记得在年初的那一段时间哈，清明那一段左右，师傅也是一直就是帮助大家这个在这个方面灵魂方面的帮助很多很多那非常感恩师傅的慈悲，我们所有的网友也是很有运气，很有这个缘分。那师傅呢，就是把以前做的那个安魂的加持呢，我们也制成了影片，正式的是在我们菩提禅修学院的网站上就发布了安魂加持就是这一个到菩提禅修学院网站，在出版品里边就是这个安魂加持。那也跟所有需要的网友们介绍一下这一个安魂加持真的是只给需要的人去看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你需不需要呢？我们底下的这个文字的介绍内容都有一些有一些现象。如果你有这些现象呢，那很可能是你的这个灵魂走失或者是被吓跑的等等，或者有邪气侵入的这种现象对照着。对，那么这个安魂的这个加持呢是收费的，这个不是免费的。师父的收费正是因为师父的慈悲，因为呢你这个花了钱之后呢，你就认认真真的听一次而不是反反复复的听，或者是给不需要的人，那样并不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第一，真正给需要的人；第二，就听一次。如果真的还需要，再需要的话，要45天之内再来听再来看。45天之后。对，45天之后，对，45天之内就不要有第二次。对，是这样的我们在网站上都写得非常的清晰。对，真有需要的人就真上去。我们收费的原因就是说，不是希望你多花钱和赚你的钱，就是希望你不要多看，多看了也并不是那么好真需要你就看一遍，有必要看第二遍，45天之后，并且还要缴费，就是这样。看还有好故事吗？其实还有很多呀。对，好，那再跟师父分享一个洛杉矶坤开师姐，她写给师父学习地藏经的收获。好，好，
他说：“师父好，我是坤开，来自洛杉矶禅堂。师父的真诚学习《地藏经》的直播课程让我受益很多。我的父亲在几年前离世，当时我点了49天的超荐灯，念了49天的药师经回向给父亲。记得在念完之后的那几天，感觉看到父亲很轻松，容光焕发，面带笑容地向我走来，背后是一片阳光灿烂。当时就觉得父亲是很高兴的来向我道别的。在这次学习班的前1、2周，我又梦到了父亲，梦里感觉他的身体不太好，周围也是很阴暗的。当时有种想法，是不是父亲掉下去了？所以我就赶紧为父亲供灯做功德。通过这次的学习，我明白了要不断地为自己的亲人、祖先做功德。首先是要帮助他们不再掉入恶道，其次也是我们后人对祖先的一份尊敬和孝道。最关键的是，如果我们的祖先父母在地狱中受苦，我们作为后代的子孙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获得自在快乐的。我感触很大的一点就是师父指导我们做供养的程度和发心。比如说，婆罗门女和光目女2种供养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他们的亲人所获得超度的就不同。这些细节，如果我们自己读经是根本无法体会到的，而师父在这里都为我们点了出来。大供养、大发心，亲人就可以直接上到极乐世界去；小供养、小发心，那亲人只能到善处，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往下，或者要受其他的苦难。这些细节非常重要，但又非常不容易悟到，非常感恩师父的提醒。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师父教我们如何回向以及回向的意义。通过师父解说，我才知道回向不光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其实是佛陀教导我们发菩提心的方式。我们不只将功德回向给自己的亲人，而且要回向给法界众生、全宇宙。如果每天都处在这种意念中，那怎么会不成就呢？师父把这一点道破之后，我觉得对修行有太大的帮助了。能够跟随师父，真正的像这种领悟式的去学习，对我们的帮助是多么大呀！恭敬感恩师父带领我们学习这部珍贵的宝典。我觉得坤开师姐总结的真的挺好的，它的细节啊，还有这些他的受益，对他的受益，他的悟啊，而且他也确实把师父的教导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了。对，一开始他以前父亲往生的时候，还觉得父亲往生的挺好的，挺吉祥的。对，最近的话有点担心，说是不是父亲会有可能掉下来呢？那赶紧就做功德，对，因为他知道大功德，大供养就大功德。对，然后那往生的亲人得大解脱，那小供养的话，那可能只是小解脱。对，这个理解完全正确。是吧？你不管哪怕人命关天的事情，对不对？啊，孩子要死了，老人要往生，这个过程说我只是上了3炷香，一个苹果，是吧？你能救一条命，从地狱救出来，这种几率不高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又家财万贯。是吧？住着洋房，开着跑车，哎，你只上了3根香，这个可能这效果都没有，这没人帮你，就是，对不对？因为没有表示任何诚意嘛，对不对？这佛教化大家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上教化，他希望你首先有一个叫从善的心，之后呢，有领悟之后要有从善的行动，你从行动才让自己对于慈悲和善良呢，哎，留下了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吧？从倾向于说喜欢这个善良，最后自己变成善良，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你要应该有一种深刻的去执行，才有深刻的感受。对，所以你才受益呀。他还讲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回向。可能一般人都是回向的时候就念2句嘛，我把这个功德回向。可能就是有口无心呐，但是师父讲的，你这个回向其实真的是发菩提心呐，是为了全法界、全宇宙，不是为了自己呀。对，哎呀，真的是啊，这就是所谓佛和凡人的差别。凡人都是在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都是为了满足私欲而佛菩萨的时候呢，
或者叫大善之人哈，他是为了利于他人和利于社会，或者利于众生的。对，它的差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空开师姐她理解上还挺好的。对，也代表了我们多数的网友的理解，真是感恩师父讲解这一部《地藏经》，学到很多。不错。好，那这个空开师姐的这个理解不错哈，送你一颗这个珠子哈，这个珠子，祝佩戴珠子的人还有空开师姐哈，都能够心想事成，收到，吉祥如意，收到，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师父。刚才那个安魂的那个方灿师姐，师傅咱也送她一颗珠子。还没给呢哈。对。这说是我们太投入了就忘了。是，对，我忘提醒了。好的。给这个方灿师姐。祝福是方灿是吧哈？方灿和怡宝禅堂的佩戴珠子的人哈，都能长命百岁，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那我们呢？等今天是我们这个班哈，最吉祥的这个班哈，的圆满之日哈。那么，当我们今天在温哥华这边的时间的话，应该是傍晚8点多了哈。对，所以我们这个班过一会儿圆满吉祥之后呢，就是我会帮大家呢，就是将你的愿望呢，希望都能帮到你去实现它。还有就是你的冤亲债主呀，我这边都会想方设法呢去安抚他们，将他们送走送好，往生天国，说托生好人家，往生东方琉璃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都是请佛菩萨加持，将大家一切的愿望呢都能去圆满了去解决好它。至少我们去用心去这么做还会为他们烧很多纸钱和祝福就是过一会儿我们圆满之后感恩师父说到我们今天这个圆满日，我们直播的标题叫一招得解脱那我们网友们也都在悟嘛，也跟师父学习了整部《地藏经》，听了师父的讲解，其实很多网友们都已经悟出来了，这一招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做供养，做功德。对，对，没别的出路。所以这个方法呢，看起来那么实惠踏实呢，就是没有那么偷奸取巧，就像有一个功德深厚的基础，这样你这个房子100年、1000年、万年都是牢固的。所以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根基基础的话，是吧？上面的哪怕是小平房，都遇到一点小地震水灾就会毁掉所以像那种能抗那个7、8级地震的那种现代化楼房那个地基那个梁柱都是做的特别好的，就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能抗击那些灾难的话，我们要有根基。那么这个根基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做供养，做功德。对，就是这样子，请大家记住感恩师父，我们都记住了。好。大家呢，其实这个班上，你只要跟班1天以上的我也相信都会获得这个地藏王菩萨对你的关爱，护佑。如果达到7天的这个我相信能够消除我们很多世的，应该超过100世的100世的这个罪业让你这一生一定是如意吉祥，心想事成，全家人都会幸福快乐。好，那我们班就到此圆满了在茫茫人海之
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修行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
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修行的理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